这是宗玉行，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之前只潦草见过一面，结婚当天他就出差走了。他不爱我，幸好我也不爱他。我本以为我们最好的结果就是做一辈子井水不犯河水的礼貌夫妻。对不起啊，弄疼你了，是我莽撞了。可现在他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原来契约婚姻的剧本早就写偏了。来 ，OK， 可以，很好，保持，再给我多一点情绪，很好。跨越星河，燃烧自己，换一场烟火。如果说再要收工。有一万次。你是宗玉行？不是说下周才回来吗？出差提前结束了。领证当天离开，是我安排不周。能理解，都是为了工作，我也经常说走就走。你理解是你的修养，我不应该当做理所当然。都说玉质集团的掌权人宗玉行古板重礼，是个了无生趣的工作机器。现在看来，我这个半熟的丈夫人还不错，至少知道自省。行，道歉我收下了。这么晚还在忙工作？收个尾。你喜欢这种姿势？你喜欢这种姿势？不，性源于感情流动，而不是液体流动。重要的是感觉，而不是动作。受教了。严肃是真严肃，但好像没有传说中那么无趣。要做吗？我同意你刚才的观点。是吗？性源于感情流动，而不是液体流动。现在做只是履行义务，体验不会好。你觉得呢？那就顺其自然。好。让我陪着你一起看星星，你早就偷走我的心。地上凉。依偎在我的怀中谢谢。等天晴，这首歌就唱给你听。就这样陪着你，陪着你，陪着你，就这样为了你，为了你，为了你，就这样陪着你，陪着你，陪着你，就这样为了你，为了你。那我洗漱去了。曾经那副清澈容颜，当我遇见你，一生在半路，磕磕绊绊一路走到底，生长的万物。你的双眼，当我拿起笔，心脏的转速，穿越你的身体。卫生间下水道有问题？没有啊。派人检查静安底下水管道，有反胃。
那个卫生间没事儿，是我的早餐。确定没有变质？没有啊，酸笋发酵就是这个味道，闻着臭，吃起来香。要不要来一碗？你要不要来一碗？不必了。回门的事你怎么考虑的？我爸在出差，我哥在国外，秦家暂时没必要去。陆家那边我问了，晚点给你答复。好，那我先去公司了。喂，下午5点有空，你和玉行直接过来。好。不行不行，我们还不熟，贸然打扰不太妥当。喂，有事吗？哦，我妈让下午过去5点，你方便吗？可以，到时候我去接你。不用，4点50陆家门口见。好。下午5点的会推迟到明早9点。好的，总董。安排下行程，4点半出发。去陆家拜访岳母。是。5点05了，有点迟到。宗玉行这种时间金贵的大忙人不会生气吧？不是说会迟一会儿，让你早点进去吗？没关系，等你一起。糟了，婚戒丢了。幸好在拍摄道具里找到个模样差不多的假戒指，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怎么了？啊，没怎么，就觉得你的手挺好看的。谢谢，你更胜一筹。有眼光。过关了，他没发现。进去吧。我妈妈眼睛比较尖，为了未来婚姻生活少点麻烦，我们必须恩爱。好。玉行啊，秦征在你家有没有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他呀，从小就性子野，也不懂什么做妻子的本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得你多担待。没有，秦征很好。姐姐姐夫，你们感情这么好？你也是，别跟你姐学坏了。都已经怀孕了，更应该好好在婆家，照顾婆母，伺候丈夫，总往娘家跑，像什么样子？秦征啊，都结婚了，该收收心了。女人家最重要的就是相夫教子，你早点给宗家生个大胖小子，这才是正经事。妈，孩子的事不着急，我们都有工作要忙。对，玉行你说的对，你是大老板，工作忙着呢。但是你看你这么大的家业，总得有人继承吧？让他早点生，我也能帮忙带带。孩子生出来啊，完全不用你操心。孩子的教育，父亲是一定要参与的。是，玉行你说的对，是我格局小了，这是你体谅他，他也不能不懂事儿啊。女人结婚之后啊，传宗接代是唯一的任务。秦征，你要是生不出孩子来，宗家可是要把你扫地出门的。宗家可是要把你扫地出门的。嫌弃妻子不能生孩子的，大多是心窄志短的人家，宗家不是。是，好女婿，你是人中龙凤，怎么能跟秦征一般见识呢？
姐，我看到你拿 IPA 摄影金奖的新闻了，你是这个奖最年轻的获得者，真是太厉害了。得个破奖有什么好炫耀的？是能当钱花还是能当饭吃？摄影只不过是玩玩，能跟宗家的家业相比吗？天天抛头露面的，像什么样子？我的人生我自己选。岳母 ，IPA 摄影金奖是全球最权威的摄影奖项之一，能将热爱做到极致，本就是一种能力，这不会因为他结婚而改变。我尊重他的任何选择。刚刚谢谢你在我妈面前维护我。不必，维护你是我的责任。听着像在维护一项重要资产。你不是资产，是家人。那些说他冷得像冰的传言，在这一刻忽然就化了。原来被他认作家人，就是从此有人替我撑腰。姐，妈今天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那人就那样。没关系，我都习惯了。但是姐，姐夫人虽然帅，但太古板严肃了，没什么人情味儿。你真的过得好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好，有什么事儿你要和我说。你们到家了吗？到了。抱歉，光顾着看手机了。不用道歉，陪妻子是应该的。我们是协议婚姻，没什么感情基础，不存在应该。关系是相互的，就算是夫妻，也不应该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好，既然达成一致，握个手庆祝一下。如果你想的话。一直没找到机会问，这戒指好像不是婚戒。你会不会顺手放在书桌这儿了？我自己找就好了，你不用跟着操心。今天累一天了，你早点休息。白天的时候怎么没看到啊？还好没丢，洗澡去。Don't say a miracle。 在想什么？在想，我好像进来的不是时候。麻烦稍等，很快就好。不急，宋先生先忙。您忙婚雅嫁的，我想验验货不行啊？我先去洗澡了，你慢慢害羞吧。你怎么还在这儿？等你。等你验货。哦，还行。那个，我的睡裙还没干，
接一接你的衣服。If the rain no longer fell and the flowers 我去洗澡了。 we could still be happy. Deep, deep down, seeking the light, and rise again till the end. Lights on me, display in the dark. I trail a broken heart under soft cries, whispers of paradise.没睡好？别提了，我昨晚做梦，梦到我正要起飞，突然出现一个特别固执的老道士，一直往我身上贴符。我好不容易挣脱一张，他又给我贴一张。我算了一下，足足30几张，什么仇什么怨。我刚算了一下，足足有30几张，什么仇什么怨啊！太太，这是先生安排加急定制的睡衣，您看看尺码合不合适？睡衣？要是不合适，我再改。家里虽然有地暖，但凉从脚起，还是要注意保暖。谢谢。而且，踢被子也不是好习惯。昨晚封印我的那个道士是你啊？是的。抱歉，影响你睡觉了。时间紧张，要是不喜欢，可以换别的款式。不用。长辈刺不敢刺。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我吃饱了，想出去走走。我陪你。哇，那花开的真好，我想捡2只放在房间里，方便吗？这里是你的家，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随意支配，不必询问我。曾一贤，你为什么会同意联姻啊？曾一贤，你为什么会同意联姻啊？你是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好看，很符合我的审美。你说呢？傍晚的天空，彼此彼此。有眼光。是的。还生气吗？生什么气啊？刚才你说长辈刺不敢辞，可我不是你的长辈，我是你丈夫。不愧是老古板，对头衔还挺在意。行，我知道了。那请问我的丈夫，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去宗家拜访，见见我的公公婆婆。我来安排。好，那我先去工作室了。我昨天看财经新闻，你老公出差回来了。感觉如何？还不错，真不错。你试过了？一上来尺度就这么大，
我也不想这么大尺度，但我听我爸说，他前2天去宗家，看到你老公跟宗老爷子在打太极拳，这不挺好的吗？助者养生。你见过哪个男人30岁就打太极拳的？我爸快60了都不打。这倒是。他不会那里？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是昨天外拍收回来的道具，我核对一下入库。哎，这跟你手上戴的一模一样。我手上这枚是他偷偷新买的。戒指的事儿，不要对太太透露半个字。按太太的婚戒款式再定做一枚，送到静安邸，放到她柜子的抽屉里。钟姐，想什么呢？没什么，只是突然发现有人做了一件很细心的事。没什么，你去忙吧，这放我这儿。你在哪儿呢？我晚点去给你送点助孕的补品。我在工作室呢。我的事业现在处于上升期，暂时没有备孕的打算。秦征，你是不是脑子不清醒？都结婚了还不老实在家备孕？孩子才是女人在婚姻里最大的保障，你明白吗？我先工作了。征姐，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忙吧。如果离别是为了能再见一面，谢谢。爱是想念后的抛弃。等一下。看看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飘过的眼是你骂一却又一却。地上有水。谢谢。周安，把暖风开大些。是。不是说好回宗家老宅会合吗？你怎么过来了？附近视察。下雨，顺路。珍珍，冷不冷？妈，不冷，车里空调开得大，玉行还特地把温度调高了。珍珍虽然帮你说话，但领证就出差这事儿还是得罚，到厨房帮忙去。好。他还会做饭，这可是老爷辈传下来的规矩，快进去。珍珍，工作累不累啊？好孩子，就当这里是自己家，别拘谨。要是玉行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就告诉妈，不能让你受委屈。放心吧，妈，玉行很好，他要是对我不好，就收拾他。好啊，家里有祖传的搓衣板，要我给你吗？好啊，家里有祖传的搓衣板，要我给你吗？真的吗？真的。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会的。菜都齐了，咱们趁热赶紧吃吧。来，正正，多吃点，你看你瘦的。妈给你准备你爱吃的。正正，以后你要经常来陪陪我，妈真的好喜欢你。
好的，以后我会和宗玉行常回老宅的。说好了，快上车吧。路上慢点开。到了给打电话啊。铮铮要是我女儿就好了，又漂亮又贴心。玉行那个性子啊，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铮铮。放心吧，咱们儿子有分寸。我就是怕他太有分寸了。刚才吃饭的时候，铮铮看他的次数还没有水煮肉片多。哎呀，孩子们都长大了，不用咱们操心了。你看了别人一晚上了，是不是该看看我了？这时候啊，都一把年纪了，还没个正形，不爱臊。哎，你倒是看一看。哎呀，看了，眼上多了几条皱纹。谢谢。今天在工作室找到原来那枚戒指了，这枚是你新买的。我亲爱的，告诉你，我有许多小淘气。今天在工作室找到原来那枚戒指了，这个是你新买的。谢谢你。不用客气，照顾妻子的情绪是我作为丈夫的义务。牛奶生热喝。谢谢。不用客气，照顾加班的丈夫是我作为妻子的义务。一板一眼的，倒是挺贴心。太太，您的面，谢谢。只剩最后一个了，是要尝尝吗？给你。我不吃，这些都是加工食品，里面含有大量的防腐剂、亚硝酸盐，长期食用有害身体健康。你说什么？赵姨是国家高级营养师，你可以告诉她你的口味喜好，垃圾食品还是要少吃。果然，一只鸡爪还是太少了，够吃。铮姐，一份新的合作合同签下来了。太好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跟他们说晚上聚餐，我请客。谢谢铮姐。宗董，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晚上工作室聚餐，就不回家吃饭啦。好。垃圾食品还是要少吃。不回家吃饭，是不是因为我管太多了？买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注意配料表要干净。啊，您不是从来都不吃零食吗？不是给我的，是买给太太的。好的，宗董，我这就去安排。等一下，记得要买年轻女孩喜欢的。是。还是第二张做头图吧，虽然构图不太好，但是整体的氛围。秦真，秦真在吗？你的猪饲料到了。我是秦真。那请签收。我说谁？我不是。喂，收到了吗？这个猪饲料你送的？这个猪饲料你送的？周安选的。谢谢。谁投喂的？宗玉行。坏了，铮姐老公送的。谢谢老板娘。不对，这不能叫老板娘吧？对，应该叫老板公。谢谢老板公。
那是给大家分一下吧。好，来，老板给大家吃口味的，都有啊！哎，拍照，来！周安，零食买的不错，等会儿再买一份送到静安邸。是，董事长不是不吃零食吗？喂，我上次给你送的助孕药有没有按时按量的吃？这几天有没有在家里好好备孕？首先，以后不要再给我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次，我的婚姻不是靠24小时的捆绑和生育维系的生意，我们有各自的事业和空间，彼此尊重，不用你操心。你那点事业能跟宗家金贵的长孙相提并论吗？一点结婚女人的样子都没有。你做得好，你怎么和爸离婚了？你反了你了，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婆婆还能管不了你吗？太太回来了，这是先生向我买回来的。那太太，我先下去了。这是谁家的零食柜？哦，是我家的。零食你都分给了同事，怕你留给自己的不够。依旧是垃圾食品，浅尝辄止。你还在公司？开会，预计还有1个小时。赵姨，玉行平时喜欢吃什么？女士，您的餐。谢谢。亲家秦征从小就性子野，没在我身边长大，他不懂规矩，结了婚呢也不知道收敛。我倒觉得铮铮不是野，是独立，是通透。我们家玉行古板无趣，能娶到铮铮是宗家的福气。话虽这么说，可是嫁进了宗家，就该有做媳妇儿的本分，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天天就知道往外跑，肚子怎么能有动静？孩子是缘分，急不得。再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亲家你也别太操心了。进来。铮铮，铮铮，你怎么在这？傻站在那儿干什么？见了长辈也不知道打招呼，一点礼数都没有。妈，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冷不冷？一会儿让司机送你回去。不用，我自己开车来的，办完事就回去。一个女孩子家的，大半夜东奔西跑干什么？结了婚还是要以家庭为重。办事的地方在哪里？偏不偏？太晚了，要注意安全。不偏，玉行在公司开会，我怕他饿着，就给他买了份宵夜带过去。好孩子，有心了。走，妈送你过去。我先去开车。你倒是会讨好，对你婆婆那么恭顺，怎么对我就牙尖嘴利的？不是您教的吗？嫁进宗家就要有做媳妇儿的本分，孝顺婆母。死丫头！太太好。太太晚上好。你认识我？您和宗董领证当天，秘书处就向所有行政岗做了内部通告，发了喜糖和红包。周秘书特地交代要记住您的样貌姓名，确保您在公司畅通无阻。
而且我们还签了保密协议，不会泄露您的身份。喂，周特助，太太来了。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一集。夫人，宗总正在开会，需要我进去告知他吗？首先我们看不用，别打扰他工作。好的，那您先休息，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嗯。真是完美的建模脸啊！在看什么？看你，骨相极佳，非常上镜。是你拍的好。骨相立体，怎么拍都不会难看。谢谢。等了很久吧20分钟。下次直接进来，不用等，别浪费你的时间。拍到了好看的照片，不算浪费。这么晚找我有事？尝尝，你送的礼物。你说的，配料表很干净的。蓝色星辰，这个点你们公司加班的人还不少。公司不提倡加班，但有的时候在所难免，会有加班费。加班费多少？下午5点以后，早上9点之前6倍工资。那个总董，贵司还缺人吗？以你的能力，来我们公司屈才了。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我知道，不响。郑姐，是郑姐，发生什么事了？郑姐，品牌样衣发错尺码了，但由于是未发售的新款，国内没有货，从国外重新补寄要半个月，但下周媒体就要发宣传图了。明天早上补拍，剩下的我来解决。大家先收工。这件样品我拿走。嗯。拍摄样品，尺寸不对，我正在改。哦。等等，你有时间吗？可以请你帮个忙吗？可以。需要我？这次拍摄的产品是男士内裤，但甲方记错了型号，所以要调整一下尺寸，把衬衣拉上去。快点儿，磨叽什么？转身，连衬衣一起。两侧各收1公分，裆部位置加2公分，收工。不错啊，挺翘。你干什么？完了，我还以为是……习惯了，顺手就拍了，冒犯了。顺手？你平时跟同事之间也这样吗？哦。那我有帮到你吗？谢谢，真的帮了大忙了，多谢曾先生。不用谢，毕竟我是你的先生。好的，我的先生，辛苦了，我的先生。那我继续忙了，你快去休息吧，我的先生。
工作解决了？马上。你的尺寸很大，用来拍摄纸多不少。要看看吗？要看看吗？这合适吗？合适吧，毕竟是持证上岗。不行不行，进展太快了。不看吗？看，当然要看。你干什么？不是你问我要不要看吗？隔着布料测会不准，怕有误差。都是新的，没穿过，标准尺码，你可以做参考。这个好，平铺测量数据更准确，更直观。天哪，太社死了，秦征，这刚才到底在想什么？还有事吗？我人在这儿，方便你随时测量，不用你来回跑。不用，你早点休息吧。好，那你也早点休息。郑姐，多亏有你。郑姐，郑姐，想什么呢？大家辛苦了，我给大家发红包。谢谢郑姐，收工。拍摄搞定，多谢帮忙。这是我身为丈夫的职责，不用道谢。那丈夫方便赏光吃个饭吗？丈夫，我没讲话吧？周总刚才是笑了吗？俺们周董对这季度的业绩还满意。今晚有个应酬，明天吧。好。数据下滑3个点，这就是你们努力的结果。郑姐，爆了！咱们那套性张力的写真销量破纪录了。这光影绝了，明明什么都没露，都充满张力。摄影师是谁？太懂女人想看什么了。太好了。哦，甲方晚上办了庆功宴，邀请您参加。我就不去了吧。郑姐，您不是一直想开拓港城的市场吗？我听说今晚不仅港资大鳄，万兴集团的赵总会去，政商两界的不少大佬都会在场，正好能帮咱们工作室拓展人脉。好。这2位姑娘这么漂亮，早知道我早约了。赵总，我是曙光摄影工作室负责人，我叫秦征。我叫素汐。小苏妹妹，陪哥喝杯酒。这酒喝了，今天的事别谈了，合同我直接签。赵总，苏汐不能喝酒，我替她喝。这替人喝酒得有规矩。好酒量。郑姐，你没事吧？哎，小苏妹妹，不陪哥喝杯酒，给哥倒杯酒总行吧？哎。
赵总，请你自重。自重？给脸不要是吧？我就是个臭拍照片的，装什么清高啊？赵总要是不胜酒力，我们改天再谈合作。我告诉你，今天的酒不喝，手不让摸，别说黄了工作，就你的工作室，也别想在京都混下去。赵总，我们工作室虽然不大，但还不至于要靠员工受委屈才能维系。我们走。站住！我看今天谁敢走？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我看今天谁来救你！让开！秦小姐，你能拿我怎么着啊？赵总，今天你要是不让我们走，我现在就把这段录音发出去，威胁、恐吓、举止轻浮。赵总，你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老板，不至于这点名声都不要吧？臭娘们找死啊！这是什么情况？啊，钟总，久仰大名，我是赵德柱，一点小不愉快，都是这小姑娘不懂事儿。怎么都站不住了，老婆？他想骚扰我的同事，还威胁要让我的工作室开不下去。是吗？向我和我的同事道歉。对不起，是我酒后失态了。是酒后失态，还是你本就品行不端？是我借的酒劲耍混，我道歉，请你原谅我吧。你的屁股我摸回来，有问题吗？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朱总，我道歉，这是我的名片。周安，把这里处理一下，好好安顿苏小姐。是，总董。回家。总宇贤，刚才谢了。我是你丈夫，维护你是应该的，维护你是我的责任。头好晕。肩膀借我靠一下。这个夏天去看海吧，你说呢？音乐响起，周安，空调温度高点。以为直到天空变了，到家了。等待不想走。日出日落。深深望着，浅浅笑着，轻轻的应答。深深的话，浅浅的说，风吹过了半夏，深深体会，浅浅滋味。Eyes on me, whisper in the dark. A trail of broken hearts. We find the truth. Eyes on me. No matter what you do, 真是 we're getting close till we bring it all to life. 人生。先生，醒酒汤好了。
能不能帮我拉一下脸？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谢谢老公，服务真好。亲一口奖励。你说什么？先生，我来收一下碗。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继续啊，继续。赵姨，来帮夫人换一下睡衣。好，先生。谢谢老公，服务真好。喝酒误事啊，不会把人家给吓跑了吧？昨晚多谢。不用谢，应该的。那你怎么没回房间睡？我还有工作要处理，怕吵到你。还好不是被我吓走的。总统果然日理万机。秦征，昨天晚上的服务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挺好的，挺硬的。啊？我的意思是很好，像东北硬菜一样硬，不需要改进，下次继续保持。好。我去工作室了，晚上见。晚上见。怎么了？这么高兴啊？程姐，发财了！这些全是想跟咱们合作的意向书，尤其是内娱有几个流量小生的经纪公司，开了市场价的3倍。都推了。为什么？这都是送上门的钱啊！当初接信张丽这单算是工作室的新尝试，现在证明这种风格我们能拍就够了。要是接多了，会被人打上专拍男色的标签，以后想转型都难。偏远山区，没钱，没流量，纯苦力活啊！赚钱的机会很多，不差这些。你说的有道理，但我的心还是好痛。一会儿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老古董这是找你约会，有什么好惊讶的？夫妻之间需要多相处，多维护感情，约会也是其中一种哦。哎呦，多相处，多维护。上次是谁跟我说，你们俩是半熟夫妻的？有空我去接你。好。你带我就是来这儿？你带我就是来这儿？张大夫是国医圣手，在京市颇有名气。你昨天晚上喝多了不舒服，平时作息又不规律，需要调理一下。所以不是约会，而是带我来看病。走吧。
脾胃虚寒，气血两亏。小姑娘看着挺精神，但底子早就被掏空了，熬夜、饮食不规律，长得年轻，瞎折腾。以后啊，忌生冷、辛辣，按时睡觉。先吃半个月，看看效果。这么多啊！到外面抓药去吧。你留下，我有话跟你说。该喝药了。都10点半了，你是要不睡觉盯着我喝药吗？手工陈皮糖，张老说这个不腻，也不解药性，喝完药吃1颗。好苦。先生，您的药好了。你也要喝药啊？你不会也虚吧？你不会也虚吧？那个，你喝的是什么药啊？你猜？说好的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待呢？完美。这龙飞凤舞的写的什么呀？知母、黄柏、生地黄、牡丹皮。医生的字看不懂很正常，我告诉你就行。我这是关心你，身为妻子，时刻关注丈夫的健康状况是我的责任。张老说我最近火气太旺，所以给我开了去火的药。你这年纪还要喝这种药？你喝的这个药管用吗？天哪，我到底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既然火这么旺，那光喝药是不是不够？要不你去刺我睡？不用，既然喝了药，那火自然就消了。再折腾去刺我，反而更睡不好。而且你体虚畏寒，又爱踢被子，我留在主卧，方便帮你盖被子。这是方便给你盖被子。我觉得我一个人睡挺好的，那样还可以把自己裹起来。然后半夜再偷偷把脚伸出去。那好吧。那个吃药3分毒，老这么压着火气对身体不好吧？万一以后……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之前说顺其自然，现在你准备好了吗？性源于感情流动，而不是液体流动。那就顺其自然。好。如果一直这么僵着，什么都不做，
好像感情也没办法往前走，总得有人迈出这一步。要说完全准备好了，倒也没有，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是什么？试着更亲密一点。好，那我们就先从拥抱。就先从亲吻开始。怎么了？不喜欢？抱歉，我刚刚那样太寡淡了，我不喜欢。懂了吗？Away from the noise, the endless fight. Into the 你服了。第一次，请多包涵。 I'll break the chains, I'll leave the grave. Take me away. 醒了，早安。早啊，休息的怎么样？还行，没怎么踢被子。那就好。该踢我了。这句可以不用说。次数不多，不影响睡眠。说了，这句别说了。今天什么安排？下午有2组模特试镜。你呢？上午有个跨国会议，下午要去趟分公司。Baby， 我想牵你的手，随着心跳频率带你去秦正，你干什么？Baby， 想抓住你的梦，出现在身旁的问候，闭上眼的感受，彩色履行妻子的义务。热转在停泊靠岸，没了吗？会打转。现在你干什么呢？大早上的。老宗，你居然会笑啊！你叫我什么？老宗？我叫的是老公，你听错了。真的吗？真的啊，不信你听。老公，老公。宗总，给我的。不年不节的，这是做什么？之前妈送了你那么多珠宝首饰，我只送零食，显得太寒酸。你这算是争宠吗？争宠？不，是补偿。徕卡 M11，还是100周年限量版，喜欢吗？太喜欢了！我之前想买很久了，一直买不到。谢谢。不客气，喜欢就好。婚纱照你打算什么时候拍？等我安排一下行程，晚些答复你。好，那我送你去工作室。你不是赶时间开会吗？顺路。玉质集团在城东，工作室在城西，这顺路顺的多少有点离谱。怎么了？没怎么，那就麻烦老公了。
这不是宗？介绍一下，我先生宗玉行。天啊，这是预知的宗玉行，传说中的金融大佬。你们好。大佬好。晶姐，你们聊，我们就先不打扰了。你不介意公开？为什么要介意？结婚是喜事，又不是偷鸡摸狗，大大方方的承认是对彼此的尊重。况且，你长得这么好看，不丢人啊。我知道了。我先上去了。好。宗董，会议要来不及了，推迟半小时。很好，保持这个状态，休息一下吧。你的花？西府海棠，谁送的？你猜？宗玉行？对，他亲自送来的。看你在工作，就没打扰你。那么大高个站在门口，跟望妻石似的，把我们给馋的哟。有那么夸张吗？当然，谁让人家老宗脸蛋身材都这么顶？要不是他这身份不想进娱乐圈，不然还有那些顶流什么事。你说的对。那我先去忙了。这也是补偿。这个不是补偿，那是纪念。纪念什么？昨晚我们的夫妻感情更进一步，值得纪念。只是接个吻，有必要搞得这么有仪式感吗？不过还挺浪漫。希望我们的夫妻感情稳步迅速发展。给，保温杯里泡枸杞。看你这架势，还得好一阵儿吧。谢谢。那我先回房了，你早点休息。还有这么多文件不看了？倒也不是非要今天完成不可。心跳还是不规律，等喝完药再约长老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被喜欢的人碰，心跳也会不规律啊？阳光和风微醺，吹乱心动思绪。你心跳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我很健康。老了就是老了，心脏没劲儿。我年轻，跳得比你响多了。我去洗漱了。对不起啊，弄疼你了，是我莽撞了。对不起，弄疼你了，是我莽撞了。哪儿学来的野招？互联网。好什么？纸上谈兵终觉浅。哎，
看来这西府海棠不仅开在了花瓶里，还开在了脸上。什么意思啊？看来某人的春天到了。你俩的孩子想好叫什么名了吗？早着呢。也是，这事儿讲究个水到渠成。不过，老宗那种冷血机器，在家不会也一板一眼的吧？冷血机器？你老公？这个摄影师拍的不错。我是让你看摄影师的吗？你说老宗这么雷厉古板，到底有没有人玩？他哪儿学的呢？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他就是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而已。我看未必，也有可能是蓄谋已久。你知道西府海棠的花语是什么吗？是单恋。单恋？老宗这么严谨的人，肯定不会随便乱买，尤其是这么小众的花。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俩这桩婚事，表面上是闪婚联姻，实际上他早就盯上你了，偷偷暗恋你很多年？不可能，我们就领证前见过一面。你没事少看点短剧吧，应该是那天我顺嘴提了一句，他就买了。你顺嘴一提，人家就放在心上，这不是暗恋是什么？是责任，这是他的口头禅。这是我作为丈夫的责任。你就嘴硬吧。行了，不跟你扯了，下午还得和 VC 对接呢。好，希望一切顺利，不会出什么问题。都等半小时了，这新总监谱也太大了，之前通过的方案非要重审。新官上任立威，很正常。你好，徐总监。秦征，英国留学生毕业展，你抢了我的金奖，不记得了？秦征，英国留学生艺术展，你抢了我的金奖，不记得了？原来是你，没想到 VC 的新任总监是你。当年的才女，现在居然开个小工作室自己跑业务。这方案我看过了，创意嘛还可以，不过不符合 Visa 的高端定位。这是按上一任总监的要求做的，那是上一任。徐总监直说吧，想怎么样？这期拍摄黄了，想和我们合作的摄影师从这里拍到了法国。可以。那签好的合约里3倍的违约金条款，徐总监应该看过了。我又没说不合作，只不过这合同要等总裁签字。不巧，总裁正在招待贵客，你要是有耐心，那就等着。VC 是大客户，我等得起。徐总监什么来头？官位那么大，空降的，上面有人，就是总来接待贵宾，玉质集团宗董，他俩是英国老同学，今天特意来给他撑腰的。宗玉行，他不是结婚了吗？隐婚的，应该就是和他。我之前因为八卦旁敲侧击问过，徐总监没否认。宗玉行和许曼玲？哎，秦小姐，您怎么在这里？我是卫视总裁 Michael。你好，我是来谈本季新品的拍摄方案的。秦小姐来了，怎么没人通知我？老板，您忙着接待贵客，我怕他冲撞您，正准备把他请出去呢。请出去？你要把宗太太请出去吗？宗太太，宗太太，实在抱歉，总统特意交代过您低调，是我们怠慢了。新来的不懂事，您多担待。客气了，公事公办就好。是。宗总交代您婚纱照的高定服饰，我会亲自定流程，保证绝无半分差池。我相信成品会符合 VC 的高端定位。你说对吧，徐总监？
是。宗太太，您现在有空吗？想约您吃个便饭，顺便聊一聊婚纱的具体细节。抱歉，今天我要和先生回婆家，改天吧。那我明天再跟您碰时间。宗太太，对不起，许小姐，希望以后能看到你的作品，而不是只能在卫生间听到你的八卦。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俩这桩婚事表面上是闪婚联姻，实际上他早就盯上你了，偷偷暗恋你很多。蓄谋已久吗？宋卫星，怎么了？你是不是暗恋我啊？为什么这么问？西府海棠的花语是单恋，而且也不是大众花束。加上你亲自送过来，这一顿操作下来，我很难不多想。确实，不过我没有暗恋，只是觉得它适合你。我就说嘛，我刚知道花语的时候还吓了一跳，想着我们领证前也没什么交集。如果早点遇到你，我也不会暗恋。为什么？我觉得我长得还蛮漂亮啊，暗恋个10年8年也很合理的。暗恋这种行为投入产出比太低，而且充满了不可控的风险。如果确定想要，我会直接追求，扫清障碍，然后和你结婚。这么说来，你没有暗恋过别人？没有。那你谈过恋爱吗？没有。有人追求过你吗？没有别人，只有你。你呢？你呢？总不能说，哎呀，老宗你不行啊，暗恋我的人可以写满1个记事本呢。苏西还给他们排了个名儿。怎么了？你长得这么好看，身材还这么顶，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就没有1个人追求过你？好啦，你在吃醋？吃什么醋啊？我只是在转移话题。是吗？是的，我在吃醋。不用吃醋，我是你的。深深望着，浅浅笑着，轻轻的应答，深深的话，浅浅怎么脸这么说，风不舒服吗？过了半夏，深深体会，浅浅滋味。你今天碰到许曼琳了？合作换了对接的负责人，我去沟通一下，已经解决了。Vincent 那边已经勒令他停职反省，并且内部通报批评。这么快？我和许曼琳是大学校友，关系一般，毕业之后就没什么交集了。你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不，单纯好奇。毕竟满打满算，我们从认识到相处也不过1个月的时间，还处在一个了解的阶段，不是吗？你说的对。而且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姑娘，不屑于搞什么地下情。我看人印象很真。谢谢。总统，许曼琳的处理结果你还满意吗？总统，许曼琳的处理结果你还满意吗？威胁的人事任免我不干涉，但我太太今天受了委屈，你自己看着办。谢谢。这是你身为丈夫的责任。懂。我身为丈夫的责任。这话从谁的嘴里说出来，不都一样吗？真是老古板。知道啦。都到家门口了，怎么还不进屋呢？爸妈，我们刚到。铮铮，
手怎么这么凉？这都降温了，你就让他穿这么点儿。是我疏忽了。妈，不怪他，我今天应酬穿的少，他还把外套给我了。快进去，你是不是又瘦了啊，珍珍？小珍，尝尝这个水煮鱼，是我新学的。太好吃了，特别正宗。上次吃饭看你总夹水煮肉片，就知道你爱吃辣。你爸特意请了川菜国宴大师来教的。来，再尝一个这个。来，再尝尝这个。晚上吃辣伤胃。可我想吃嘛。不行，长老专门交代了，要忌辛辣。那好吧。只能吃一点。太好吃了，爸，您厨艺真好。别动。还没好呀？太好看了。啊，您看，爸看您的眼神绝了。都老夫老妻了，一把年纪，让人笑话。怎么会啊？这才是我眼里的神仙眷侣。要不今天晚上别走了，妈把房间都收拾好了。听你的。好嘞，妈。耐心的人才会看见童话，愿朵朵鲜花开在我们的当下。秦征，睡着了嗎？轉轉角度，我問你問上太空，逃離人間的黑洞。他总是爱光脚。没事吧？没事。都红了，我去厨房给你拿个热鸡蛋滚一滚，不然明天容易淤青。等会儿就好。而且拿鸡蛋敷淤青本来就是心理暗示，没有科学依据。我平时磕碰都是这样处理的，很有效果。你等我。忍着点啊，疼就跟我说。我们很后来的遇见，我们很后来更了解，你有我缺乏的勇气，在我胆怯时给我鼓励，你的温暖。我们很后来的遇见，我们很后来更了
秦征，怎么了？你不舒服吗？鸡蛋凉了。那你还疼吗？不疼了。还困吗？有点睡不着了。既然不困，要不我们继续？反正睡不着，给你看，我刚拍的爸妈。他们一直这样吗？一贯如此。我很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他们提起对方都是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原来正常的父母是这样的。现在他们也是你的父母，将来我们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父母。那我开始期待我的孩子能来到这个世界看看。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怎么了？看你下巴有没有肿啊？哎，你别说，这滚鸡蛋真的很有效果。那是因为你踢的力道不重，昨晚休息的也好。有道理。我最近工作有点忙 ，VC 和手艺人的项目要同时开，婚纱照我想推迟一段时间再拍。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的，工作要紧。工作要紧。婚纱照我想推迟一段时间再拍，你觉得怎么样？明明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过了一夜，连婚纱照都不想拍了？若安，今天的行程全部取消，召集紧急会议，副总级以上高管全员到场。是，总统。也许是我惹秦征生气了，哄他开心是我的责任。与妻子相处模式的复盘与整改措施，信息不对称。秦征对感情经历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没有，而我回答过于简略，显得敷衍，缺乏可信度。用户体验差，昨晚擦脚和按摩的手法完全是凭本能操作，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力度也没控制好。解决方案：一、输出一份从小到大与所有异性的交际记录；二、提升服务技能和业务水平，务必让妻子满意。总统，会议已经安排好了。好，会后帮我找一位顶级的推拿理疗师。老板结婚才1个月，不至于吧？总统，您腰不舒服？不，我要学艺。姐，我婆婆说猫对孕妇不好，要把球球安乐死。我今天早上跟她吵了一上午，他们就要派人来捉猫了。姐，能不能帮我养球球几天？我不能没有他。行，放我这吧。谢谢姐。这是球球要用的东西，
他只吃这个牌子的冻干，还有生活费我不用。一只猫我还是养得起的。别哭了，怀孕哭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你想它了，随时过来。行啊，小家伙，以后你就跟我啦。球球，球球玩球球，哇！抱歉啊，我应该提前跟你打招呼的。他是……原来不是生气我带猫回来，而是嫌它发型乱。好多了。这是瑶瑶的猫，她婆家那边比较封建，她现在怀孕了，日子也比较难过，所以只能暂时养在这儿。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的，你要是介意的话，我把它放到工作室去。不用，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想养什么，你说了算。你不讨厌猫？不讨厌，只要它不进卧室。你过敏？不是，妈之前也养了一只梨花，爸也不让它进卧室。为什么？爸不喜欢猫？因为那只猫每天晚上都要挤在他们两个中间睡，还非让妈抱着。爸居然是一只猫的错。风好像一轮线。这个给你，这是我的个人简历啊。小学3年级同桌女借出一块橡皮，对方未归还，次日申请调换座位，此后无交集。那个时候你才10岁吧？这也算情史？不算情史，但也算社会关系。大学小组作业搭档女仅限于图书馆查阅资料与邮件往来，此后无交集。这么细枝末节的事情都要汇报吗？我不希望你从别人口中得到我的不实消息。晚餐后去散步，我们是夫妻，你想了解的我都会告诉你。知道了，老公。我先看着，你快去洗澡吧。你就随口问了一句，果然真诚永远是必杀技。看完了。有个事情我很好奇。什么？小学借橡皮这事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我查了日记。啊？你还记日记？吾日三省吾身。很有道理。那你每天都记吗？小学的时候事无巨细，之后只写重点的。那你这30年下来，日记得有这么厚吧？准确的说，你的一半。怎么一些？你这人还挺可爱的。累吗？还行，就是脖子有点酸，这几天一直低头看设计方案。趴下。干嘛？帮你按摩。你还会这个啊？略懂。疼？不疼，挺舒服的。
没想到你还真会。深深望着，浅浅笑着，轻轻的应答，深深的话，浅浅的说，风吹过了芭莎，深深体会，浅浅滋味，长长的路，慢慢的抵达。我能亲你吗？深深爱着。我能亲你吗？都这时候还问什么问啊？我们是夫妻，你当然可以。估计是到新环境应激了，你去看看。他没这么脆弱。他好像有事找我们。粮食、水、玩具，他都有了。他现在没有别的诉求。不行，我还是担心。你看他多可爱呀！你要带他去哪？带他回自己的窝。要不还是让他留在这儿吧，不然他等会儿又得挠门。不行。小家伙刚来，没安全感很正常，他只是需要我陪他。不行。好不好嘛？老公，这是我的原则。那好吧，那我就陪他去客厅睡吧。晚安。晚安。走。球球呢？下楼吃早饭去了。他还会开门？毕竟是你养的猫，聪明一些也正常。真的吗？你是不是有点吃球球的醋啊？我不会和一只猫争宠。真的没有？我是你的合法丈夫，它是你养的宠物，我不会吃它的醋。路遥什么时候来接猫？她婆婆还没松口，估计还得几个月吧。几个月？你在查什么？查球球为什么半夜总叫，医生说是发情了，需要人为干预。我问过路遥了，他刚满1岁，可以去绝育。我约了明天下午的宠物医院。那倒也不必。啊？绝育太极端了，剥夺了一个他做父亲的权利。他只是需要一个伴侣，不是一场手术。专案，立刻给我找一只1岁左右、身体健康、未绝育的母猫，找到给我发照片。也不知道是善良，还是雄性之间的惺惺相惜。宗玉行半个小时前还在吃球球的醋呢，现在就积极保护球球的球球了。好吃吗？哎，你看这次非遗项目的摄影组名单了吗？看了，怎么了？哎呀，那个叫陈峰的是甄姐的高中同学。真假？千真万确呀！当年啊，他追甄姐可紧了，他俩还一起拿过摄影金奖，
是学校里有名的金童玉女呢。听说要不是珍姐出国，他俩就在一起了。那些人物最真实的状态。但其实还是要主要看你的技术。铮铮，你怎么来了？这刚好给学友找到了伴侣，顺路来看看你。啊，介绍一下，我高中同学程峰，也是这次非遗项目的副摄影师。我先整综艺型。曾先生，你好。听说程先生当年追过我妻子。当年我追秦征的摄影技术，到现在还没追上。刚才秦征还跟我说你们结婚的事儿，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过奖。程摄影师，叫我小程就行。我妻子工作起来容易忘我，还请你多担待。不敢当，不敢当。秦征是我们的主心骨，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曾玉行，你是不是吃醋了？你是不是吃醋了？没有，只是作为丈夫关心妻子的工作伙伴。还没有，刚刚程峰的手都被你捏红了，走的时候他还在那甩手呢。那是他缺乏锻炼，摄影师需要扛器材，手腕力量不够，怎么出片？是，你年纪大，你说的对。和说起球球时神色一样，又吃醋了。怎么了？继续昨晚被打断的事儿。昨晚按摩？不，按摩之后的事儿。I put a spell on you。家里没有安全套，别找了，没用过。你做好要孩子的准备了吗？不行，还是要安全一点。算了吧，避孕药对你身体伤害太大。他倒是没事人一样的起床了，我在这举步维艰。不行，保护妻子的健康是我的责任。没想到他真挺能忍的，居然到最后一步了，能停下。喂，姐，你中午有空吗？我想给宝宝买点东西，顺便散散心。好。逛了一上午，买了这么多东西，还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吗？最近孕反严重，吃什么吐什么。怀孕太辛苦了。虽然辛苦，但是想到宝宝，就觉得一切都值了。你会是一个好妈妈的。我去给你买瓶果汁。好，谢谢姐姐。
这手链这么贵，是给你嫂路遥选的吗？给他，他也配？整天矫情的要死，怀了孕跟得了绝症一样。再说了，这孩子能不能生下来还不一定呢。我看他呀，是没那个福气。哟，这怀着孕还出来吃饭啊？也不怕吃出了毛病，到时候哭天喊地可都没有用啊。陆佳，你到底怎么说话的？我怎么说话？我说的有错吗？怎么别人怀孕就没有事情，一到你就整天吐吐吐的，你是矫情是什么？我哥天天生意那么忙，还要被你烦，也就是你怀了个孩子，这孩子要是没了，你以为你能进我们薄家的门？这孩子是个扫把星，你更是。我要是你啊，我就赶紧离了婚，别占着茅坑不拉屎。陆佳，你给我道歉！道歉？我凭什么要给你道歉？我又没有说错，你算个什么东西？薄佳妮，你敢打我？那边怎么回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薄家大小姐。打的就是你，你皮可真厚，打得我手都疼。你哥不教你做人，我来教。以后再敢满嘴喷粪，我见一次打一次。算了，还不快滚！快走吧。姐，肚子疼。喂，西城路25号饭店有孕妇晕倒，需要救护车，快！急火攻心加上低血糖导致的一过性昏厥，万幸大人和小孩没事，胎心检测正常，胎位也稳。谢谢医生。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孕妇体内的孕酮和雌二醇水平波动很大，不像是自然生理现象。什么意思？我就直说了，不要再给她吃些成分不明的偏方了，不仅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还影响激素水平，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胎儿畸形，甚至流产。怎么了，姐？解释一下。医生说你体内激素水平紊乱，我家给你喂什么了？没什么，一些补药而已。陆瑶，你要是还拿我当姐，你就跟我说实话。你要是想死在薄家，我现在就走。是符水。什么？大师说我这胎怀的是个女孩，为了转胎，婆婆每天逼我喝葫芦烧成灰兑的水。这是21世纪，不是裹脚脚的封建时代。不想喝，可是婆婆说我不为了薄家考虑就是不行，让佣人盯着我，不喝完不让我吃饭。你老公呢？是死人吗？他最近工作忙？他老婆都快被人害死了，他还在忙，忙个什么东西？妈，就是他！妈，就是他，把我脸给打红的！反了天了！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女儿。乖，你躺着别动。你叫人的东西，今天我就替你父母好好教教。罗夫人，这巴掌您最好想清楚了再打，
这里是公立医院，到处都是监控。我是做摄影的，最不缺的就是媒体朋友。您这一巴掌落下来，我有把握在半个小时内送您上热搜头条。标题我都想好了：博士董事长夫人医院行凶，豪门恶婆婆虐待怀孕儿媳。您觉得博士的骨架能不能经得起您这一巴掌？你威胁我？是提醒。我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您身娇肉贵，应该不想去拘留所喝茶吧？好得很，好得很。陆阳，看看你交的都是些什么狐朋狗友，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起来跟我回家？回去喝所谓的从大师那里求来的符水，还是听您女儿诅咒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扫把星？陆阳，别忘了你可是包家的儿媳。我最后问你一次，回不回去？我不回去。别闹了，赶紧回家，我就不计较你今天的任性。任性？差点流产是任性，被小姑子当众羞辱是任性，拒绝喝有害身体的符水也是任性。是不是我只要不如你的愿，就是任性？我正式告诉你，不回包家，今天不回，以后也不会回。听清楚了，这里不欢迎你。你给我等着，走。总统，夫人出事了。怎么？我们进医院因为陆游的事情和夫人起了争执，还要动手。备车去伯家？不，去陆家。来，喝水，喝水。孟晨月，今天这事儿没完。我女儿长这么大，我都没舍得动她一个手指头。妈，他打了我4巴掌，我脸都肿了，我以后怎么去见人啊？哎，是秦征不懂事，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让他立刻滚回来。哎，佳妮呀，你放心，等他回来，我一定让他给你道歉，好好赔罪。太不像话了！道歉就完了，他得公开澄清，他是故意打人，否则绝对不能放过他。只要咱们佳妮能消气呀，就是让他跪下磕头也行。秦征，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赶紧给伯夫人还有佳妮道歉。我没有错。你没错，你没错，他也是被狗打的嘛。孟晨月，你家的好女儿啊，都无法无天了。今天非打死你个不孝女，出手伤人，忤逆长辈，真是欠收拾。亲家母，好久不见，这是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气？亲家母，我这是跟小珍说点家事。什么家事？还需要当着2个外人的面说呀？什么家事？还需要当着2个外人的面说呀？妈，他俩也不算外人，是岳母的亲家，是薄家人。你是秀娟？真是认不出来了。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抄论文的小姑娘，现在都是薄太太了。师姐，你怎么来了？小珍，来坐到妈旁边，陪儿子来接儿媳妇，
刚进门就听到里面吵嚷，怎么，我儿媳妇打人了？小郑，手打疼了没有？这就好。玉行，我渴了，小郑泡的茶最合我胃口了。你们去厨房泡壶茶来，我们3个长辈慢慢聊。去吧。秀娟，这就是你的女儿啊，叫什么来着？就是你阻止我亲家母未出世的孙辈啊。也对，你还逼自己的儿媳妇喝重金属超标的符水呢，难怪教出这样的女儿。亲家母，你说的对。佳妮呀，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呢？还有，这符水是害人的东西，你们薄家这么做，真是有点欺负人了。吓到了？没有，只是没想到你会把妈请来。我妈是薄夫人的大学师姐，薄夫人当年的丰功伟绩，我妈如数家珍。她最擅长解决这种有历史包袱的人，她的把柄都在我妈手里，最怕她了。比如她当年抄袭论文被举报，反咬举报人；比如为了争取留学名额，散播竞争对手的谣言；再比如她现在的丈夫，当年是别人的未婚。那我妈……岳母是聪明人，知道谁更不好惹。你这样算不算作弊啊？保护妻子，用任何合法手段都不算作弊，算是合理利用资源吧。手真不疼？有点，他脸皮挺厚的。下次告诉我，这种体力活不用亲自动手。秀娟，2个选择：第一，佳妮公开道歉，承认诽谤和意图伤害，薄家退出城西开发项目；第二，我们走法律程序，顺便把你当年的事儿再翻出来聊聊。现在经济环境不好，薄家早已入不敷出了，城西项目是薄家唯一的翻身希望。师姐呀，佳妮还小，她不懂事。23岁年纪小，我23岁的时候已经替宗家打理3家分公司了。我夫人，原来是我不了解情况，现在我知道我们家绝对不能容忍佳妮这么恶毒的行为。小珍打得好，我要是在现场呢，我也打。师姐，我们选一。妈，我不道歉。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妈，师姐，我们就先失陪了。走。儿子，城西那块地早就让周安去处理了。铮铮，你也是我们宗家的人，以后在外面受了委屈，直接告诉我或者玉行，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更没必要受半分气。亲家母，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亲家母，你慢走啊。哎，小郑，今晚就别回去了，我让厨房阿姨给你做点好吃的。不用了，谢谢。刚刚妈好厉害啊！是啊，我爸当年追我妈花了7年。那你呢？我就比较幸运了，只用了1张结婚证。不过，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嫁给我是比幸运更对的事。古板的人说起情话来，还真要命。那未来拭目以待了，曾玉行。秦正，这种时候应该叫老公。
老公，饿不饿？饿。走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太太，这是先生特意交代给您点的，那我先下去了。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家？而且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菜。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家？而且点的全是我爱吃的菜。我看你朋友圈发过啊。你还会看朋友圈？我还以为你们这种日理万机的总裁，朋友圈功能都是关闭的。手机只有3种功能：接电话、发邮件、看财经新闻。我是古板，不是古人。而且关注妻子的动态本来就是我的义务啊。宋玉贤，有没有人说过你很会啊？是吗？没什么。这个又是什么？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么神秘。那个是什么？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么神秘。日用品。日用品。避孕工具。算了吧，避孕药对你身体伤害太大。你怎么突然想起买这个？之前你说不想生孩子，要以事业为重，我尊重你的决定。既然不想要孩子，那防护措施就要做到位啊。好，有备无患。多吃点，攒点力气。买这么多，这得用到明年。没用过，不知道什么合适，所以把常用的几种型号都买回来了，试试看。这还用试？你肯定用最大的呀。承蒙太太夸赞，不过实践出真知，还是要试试才够稳妥。不过实践出真知，我觉得还是试试比较稳妥。现在的口味真多啊！这又不能吃，要那么多味道干什么？是啊，我也很好奇。不过既然都买了，那就试试呗。怎么试？拆开闻闻，会不会有点浪费啊？你干嘛？身体力行的事。我试了，试了。还有最后3个，做事要有始有终。我们继续。行了，你不累吗？还好。那你做1000个俯卧撑给我看。这大早上的谁啊？应该是我补货的日用品到了，昨晚消耗的太快了。
试用品。先生、太太，宗先生和宗夫人来了。爸妈怎么来了？我和你爸晨练路过，顺便给你们带了早餐，快尝尝。快趁着吃啊！小珍是昨晚没休息好吗？啊，快趁着吃。您好，同城集数。啊，我的摄影书到了。这么大一箱的书啊，我帮你。珍珍来，我帮你。不用嘛，我把它放到储藏间就好了。快递箱怪脏的，别往屋里带了，就在这拆吧。来。这么多，不愧是年轻人。这么多，得做点好吃的给这孩子补补。这么多，宗玉行要当测评博主吗？那个，我早上没跑够，我再去跑2圈。我好像也没活动开，我去陪他吧。你买那么多干什么？不知道你喜欢哪款，就都买回来了。没事，没事，爸妈开明，能理解。原本只是想和他搭伙混日子来着，现在好像是要真的过起日子了。打包去哪里？对，一个起身就给他摁回来。先打包去哪里？他，千万别来点别的招儿，要不然多干呗。不敢靠你，这有啥干嘛？他昨天可害怕。3、2、1，开始。上来先到这儿，然后到这儿。转，完全你转，完全你掌控。你都有一个越来越怎么回事？怎么感觉好像我这劲儿没使对呀？讨好他，结果他每次都不领情。上来一下，等我一下，这个都行，这是给你。这是谁家的零食柜呀？哦，是我家的。你回头那一个早已的时候，在我不敢说的时候，是你爱了我，把我拉出街头。突然觉得就这样离开好像少点什么，这样应该好一些。是